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频道内容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怀旧的影片。为什么说怀旧呢？在中华民国台湾，男性在20岁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服兵役，这是公民所应尽的义务。那有分成陆军、海军、空军以及所谓的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又是那个时候大家听起来是最超的一个单位。然后我就很不幸的就抽中了海军陆战队，然后又很不幸的去抽到了所谓登陆作战的前线 LVT H6 炮车的这个单位。然后我那个时候是职业军人，我在这个单位待了3年，到现在已经退伍20几年了，我还是跟里面的学弟学长有在联系，因为有的是终身的职业军人，我跟他们还是有在联系，所以我得到的消息就是 LVT H6 炮车，它在今年即将就完全的消失在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的编制里面。他们大队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有去设计了一套LVT H6 炮车的排汗衫 T 恤来做纪念，所以前面就有写上所谓的 RCMC 的这个标示。然后这件衣服就外面应该是买不到，对，所以我就赶快2个颜色各买2件，有一件就是应该不会穿吧，就永远的保存起来当个纪念因为这个经验是钱买不到的而且它除役了，所以这辈子也不会再有机会去碰到这个东西。那今年它就会消失了，所以以后我也看不见这个战车了。那我为什么会来玩模型，我会踏入这个模型圈？其实当初我也只是看到有一家厂商，他希望可以出 LVT 的所有型号，他预计要出1万的工兵车，然后要出 H6 的炮车，我就很期待这家公司把这2个产品给面世发售出来，我蛮期待的。后来厂商的评估是难以回收所以这个计划就终止了。那我就是因为听到了那个风声，有要设计这个产品，所以我加入了所谓的模型社团，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又走偏了，我就开始制作日本海军了。那这一套 H6 炮车的这个模型是我在应该是2018、19年左右的时候就制作了这一个模型。我所使用的模型的套件是 AFV 这个属于台湾的一个模型公司 AFV， 它所设计的 H6 炮车的套件，我是使用这个套件下去制作，只是差在我的这台 H6 炮车它是有内部结构，那原本的 FV 它并没有针对 H6 炮车去做内部结构的设计，那外面坊间目前我应该也没有看到有所谓内部结构的改装套件可以使用。P5 的运输车我有看过，可是 H6 的并没有。OK， 那身后的这2台911拖板车是中华民国陆战队当时在对美军采购 LVT H6 跟 P5 的时候，有去顾虑到所谓的地面运输的问题，所以他就跟美国一起购买了所谓的 M911 拖板车。那911拖板车，我原本觉得是蒙的拖板车，它应该设计的会比较锐利、比较漂亮，所以我就先买了蒙的。那后来跟我学弟讨论了以后，我才知道不对，蒙的板子，它的拖板并不是中华民国陆战队在使用的拖板，是 Hobby Boss 的这一个版本，后面的64吨的这个拖板还是海军陆战队在使用的拖板，所以我又跑去买了 Hobby Boss 的回来。
啊，所以到时候如果我要再制作的话，我应该就是使用蒙的车头，然后 Hobby Boss 的拖板去完成一个 LVT 装载的一个场景。不过这个场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做，我是希望今年可以做，因为它就是今年就会除役，所以我们就对战鹰的这一个 LVT H6的模型来稍微做个介绍。那拖板车的话，有机会那再开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针对 H6来做个纪念的影片来拍摄一下。OK， 那为什么中华民国会有 LVT H6 炮车这个东西的出现呢？就是这个编制的存在，就是台湾为了要预防中国大陆的侵略，所以我们有所谓的海军陆战队，他希望可以实施所谓的反登陆作战，所以才会跟美国购买了这一种两栖登陆的战车。那 H6 是所谓的火力支援车，它上面是使用了 105mm 的榴炮然后目标的载员就是5个人，分别为车长然后还有里面的装填手以及安全军官，然后还有所谓的驾驶及副驾驶这几个位置。那我的这个 H6 炮车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有做了所谓的内部结构，然后这一台模型已经做好了好几年了，然后在我家也接受了我家的猫的摧残所以它的状况已经是非常的不好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损坏了，我没有去维修它。OK， 我有做了所谓的内部结构所谓的炮弹架，然后射手的位置就是炮手的位置，以及装填手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裂了。那下面的这个机构呢，就是所谓的电盘，它是从车底然后连接了所谓的电源上来炮塔，供应炮塔有电动回旋的系统就是电源是从这边进来的。那有很多的液压管线，就是都从这边开始分布出来的。我找一个可以把它安放的工具，把主炮给放好。好，我的灭火器也掉了。AFB 战鹰的这一套模型它并没有所谓的内部结构，所以全部的内部结构都是使用田宫的改造板以及外场的蚀刻片下去拼凑而成的。然后灭火器这个也是自制的。这是车用的灭火器。OK， 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的结构是长什么样子内部结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摆所谓的通信设备所使用的地方。那后面这只红色的是所谓的海龙灭火器，它就是只要你去启动了这个灭火器，它可以对整个引擎室执行所谓的灭火的这个作用。然后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地方有所谓的抽水管，因为这个是两栖登陆作战的时候会有海水进去到我们的车体里面，然后会从下面然后把海水抽出来，
经由这个管子把海水抽出来。那这个就是驾驶的操纵杆。然后后面照理来说还会有一个配电箱，可是配电箱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就是它已经掉了所以车顶盖我已经粘好了，所以就也装不回去了。这就是蛮可惜的。然后这个机构是着陆门的升降装置专门在控制这个着陆门的。然后可以看到里面是都有防滑纹路的这一个蚀刻片所做成的。实际上 H6 炮车的内部结构就是长这个样子。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这个是所谓的逃生门。逃生门的前面这边有个框架，这个框架是专门摆放工具箱的。然后在后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箱子，箱子里面摆放的是所谓的副发电机。副发电机的排气是从这边排气的。副发电机一样是吃柴油的系统。这台车到最后在中华民国的海军陆战队，它最后引擎改成了柴油系统，是 V12 4 Turbo 的引擎。然后启动的时候是在这后面，这里面会有4颗12伏特2个串联2个并联的电瓶系统来作为驱电。这边的维修是专门进去再换引擎机油以及所谓的新轴机油所使用的出入口。那上面的这一排铆钉，是你把铆钉全部拆开以后，它可以把整个所谓的引擎盖排烟管这个地方全部都拿起来，你就可以把引擎调出来维修。那这一个红色的这个地方是所谓的加油孔，那就是加油补给车来了以后，从这边加油，然后所有的油箱都在下面，然后是橡胶油箱那个油箱非常的重，也非常的大。然后来再看一下，哎呦，我的东西又掉了这个真的是年久失修的一个模型玩具。就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内部结构以及顶部的细节。好，那我们就把战鹰的塑胶的套件打开来看一下。OK， 我们先来看主炮炮塔的部分。这就是 AFB 针对 H6 炮车所开发的炮塔的结构，该有的焊缝都有做出来潜望镜这些机构也都有做出来。然后通讯设备的耦合器的接口它也有做出来。这个是炮车才有的东西它是连接了所谓的一个巴拿马的潜望镜。在潜望镜当中你的战车进入了炮阵地以后它会给你一个概略摄像，然后把炮管去指向你要射击的位置，再透过上面的这只潜望镜，这是巴拿马上面的这个镜头，去照准你的射击指挥所的所谓有一个方向盘上面的一个标记，一般都是插一支笔杆在那边，你要用这个潜望镜去对准那支笔杆，然后指挥所会给你一个数据，你再把炮塔去做精细的修正，去达到你要射击的那个方向，然后再给你一个所谓的射角这样子可以提高所谓的命中的几率。这个是已经进入炮阵地以后它在使用的一个射击方式。然后好，炮塔以外再来就是炮管，它所给予的是金属炮管，然后里面是有所谓的膛线，这个就很神奇的东西好，然后 AFB 战鹰都会附上所谓的车长，我觉得这个是车长，这个并不是驾驶兵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海军陆战队会穿的所谓的救生衣，它是充气式的，平常是收起来，然后就在肚子前面会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小袋子里面，这个是已经把救生衣穿上了，所以它这个人像是所谓的
已经在海上行驶的状态才会有这个衣服，这个救生衣的存在。好，这个是车辆的底盘以及炮塔的防水炮衣，它是使用橡胶的这个材质。那我是很讨厌这个东西啊，因为我觉得它做的并不像，所以我就完全没有安装它啊。OK， 然后炮塔后面的随车工具，这个东西最好笑的就是我在这个部队待了3年，我并没有看过这个工具的架子上面有完整的出现过工具，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收在哪里，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啊。好，然后车顶上车长所使用的勃朗宁的 0.50 所谓的50机枪重机枪啊，这是车长所使用的。然后这就是你看到的底盘结构，所以我的车身里面全部都是有安装了其他的改造件，来把整个底盘全部都是所谓的补平的这个状态。不过它底部的这一个很神奇的就是它连底部都有还原出来，这些是所谓的放水螺丝。这些螺丝打开之后，可以让海水跑进去所谓的战车里面的时候，可以快速的从这个地方把海水给放出来啊。不过这个东西在我们部队里面常常就会有人忘记把它锁回去，然后导致我们在做登陆作战的演习的时候，海水就大量的从下面直接灌到车子里面来，然后抽水棒组就会抽了一大堆的水出去。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一直有在宣导说要好好的去检查这些东西，问题是大家还会常常忘记。OK， 好，再来我们就看到车身内部，这个是内部，这个是副驾驶座的位置，这个是驾驶座的位置，然后这个是逃生门，你可以看到，其实它逃生门做得非常漂亮。这里做得非常漂亮，非常的还原，然后内部就是就真的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其实没什么东西，大部分都是靠里面其他的结构，然后你看起来才会变成像现在这样子是立体的这个状态。OK， 再来就是所谓的着陆门。着陆门它有一个蛮神奇的设计在前方这个地方，照理来说会有2颗螺丝，分别分布在2个角。这个是储水用的，不管是作战用或者是防弹用，它里面是可以把整个着陆门是装满水的。然后你看到它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模型其实是所谓的光滑的，然后只有上面的这个防滑压条。然后我的这一台模型，它是有所谓的纱状的防滑涂装，那是因为2001年的时候，我们单位有接到，就是这台车有一些要翻新的东西，怕我们在演习的时候车上的人员会摔到海里面去，所以他又重新做了所谓的防滑涂装。那防滑涂装的位置就是坐在整个车顶，然后前面的着陆门，所以我的这一台模型才会是上面看起来是粗糙的面，着陆门也是粗糙的面。就这台车是完全针对我在部队服役的时候下去做的，包含这个车号，这个军车的车号标志还有队徽，这个都是我服役时候的那一台战车。OK， 好，来看一下它的车顶你也看到，虽然细节都有，可是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个大光板，所以我一样就是在上面加了超多的防滑纹路，这样看起来比对就差了非常多。那履带呢？
它的履带的设计哦 ，AFV 的履带设计是使用片接的这种方式，还有链接的啊。那你可以看到 LVT H6 炮它的 LVT 的履带跟其他的战车长得不一样的是有这个东西，这个翘起来的这个就是滑水板。当你履带在海中在前进的时候，就是靠这个东西在划水。所以你把 LVT 丢到海里面去，你只要油门全开，你就是履带一直在运动的时候，它会把海水往后面拨，然后让你车子有前进的这个动力。OK， 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主动轮，前面的舵轮，然后还有所谓的承载的吊架。这个吊架在我们服役的时候，它常常是属于一个软脚的一个状态。软脚的状态就会让你的车子整个是往下沉的你的这个间隙会变得非常的小，然后就会造成所谓的履带的松动。所以我们要常常更换这个吊架。那更换吊架又非常的难换，你必须要把这个螺丝全部打开，然后把外盖打开，你才可以把吊架抽出来。问题是你要抽吊架之前，你要先拆掉地轮地轮要先拆掉，然后才能够拆吊架。所以环环相扣，就变成这台车的维护保养是一个风险蛮高的一个东西了。好，这就是后面的引擎盖，然后排气管，还有大部分的栏杆、护栏这些都在这块板件上。我还蛮感谢战鹰它可以做这一盒模型出来，不然 H6 炮车的这个模型基本上在市场上是空的，没有人做。那它的做起来的做工其实也是蛮细致的。那制作这一台 LVT H6 的模型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问题。吊架，这个所谓支撑的吊架里面，它是连接在底盘上，外侧是连接在车身上，所以跟一般的战车的组装的方式就不太一样。好，然后组装的方式不太一样之后，就变成说你在安装这一块跟这一块的时候，你会比较难去抓前后跟上面的密合度，会比较不好抓然后战鹰的这一套模型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准的地方，所以你在制作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说，车身有些地方是有很明显的接缝的，这个还是会有。好，接缝会产生在哪里？接缝会产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很明显的一条缝隙它如果把接缝直接延伸到上面的话，如果把接缝延伸到这边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状况发生。那他当初可能就没有顾虑到这一些，所以就接缝就产生在这个地方，可惜的点就在这里。所以你制作出来的时候，就这边会有缝隙产生，然后前面的这个面在组装的时候也会有缝隙。不过以这个模型来说的话，我是觉得这些问题是都可以克服的，并没有非常的夸张。所以
这个战车可能现在剩下菲律宾有这一台战车了，所以再过不久，可能它就完全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那还好战鹰有，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模型，你可以就当地的模型商家去询问看看有没有这一套 AFV 的 H6 炮车模型可以购买。这一集不是为了业配，真的，这是只是为了当初我在这个单位，在这个部队有待过，所以看到了人家寄来的 T 恤，我想说拍一集来纪念一下。它就是在2025年这一个东西，这一台 H6 就要消失在我们的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所以才会拍了这一部影片。好 ，OK。好，那接下来下一集一样是介绍日本海军，我相信很快的影片就会上架。好，那到时候我们再见 ，OK， 拜拜。